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我想跟你道歉。那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说那样的话，但我心里真的不是那么想的。你回家吧，做完手术也挺累的了。那你呢？你刚刚听见了，这48小时我和护士长都得在岗，而且季主任是我请护士长好不容易请过来的，我还想跟他多学学。降脂药已经用上了，怎么血脂还在往上涨？我也觉得奇怪呢。患者入院开始的检查报告，我们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来，跟我来。这儿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上镇静剂的？我找一下哈。在这儿。有可能是丙泊酚综合征，调整镇静药试试。丙泊酚，换米打索伦。好。甘油三酯升高了，还有点低血压。刚才交班的时候，你们看见盛主任那脸了吗？啊，就像那个按了静音键的高压锅，看着非常的平静，但是呢，你又觉得随时可能会爆炸，太吓人了。哎哥，你说有没有可能盛主任觉得我们是为了救病人，然后就不追究我们了呢？我给你提个建议，这脑子要是用不着的话，不行咱就捐了他吧。你带着多累啊！啊，你抢了人家科主任的手术，你还想着他来表扬你，你不行找他去，让他给你个小红花。我现在就盼着盛老板，你发个火吧，你哪怕拍个桌子，你骂人，你罚点钱，你给个处分也行。这证明什么？宣判结束了。你砍头不就碗大的疤吗？你现在什么意思？你悬而未决，太可怕了。行不可知，危不可测，则民未上也。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王院长、盛主任，对不起，昨天是急通权，为了抢救病人，没有及时向医院汇报，向单主任沟通，就临时更换了主刀，在流程上的确十分不周。你这完全在避重就轻，临阵换主刀，轻视病人的利益，贸然干涉兄弟科室的工作，还藐视同仁和领导。郑晓峰，你也太狂妄了吧！就算我们在手术方案上有分歧，你也不能这样摁着我的脸在地上摩擦。这样的道歉，我不接受。我先去工作了。各位，今天在例会之前，先请周主任说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。
昨天，心内的病人杜岩在 GICU 发作急性心衰。我因为自己的主观臆断，利用了主诊医生的身份，在没有提前协商沟通的情况下，也没有向上级汇报，擅自将主刀盛主任换下，这是对盛主任极大的不尊重，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。因此，我想当着大家的面，郑重地向盛主任致歉，对不起。周主任严重了，我主要还是担心病人。毕竟之前的手术方案我是最了解的，换了主刀，换了手术方案，万一出了问题，那该怎么办？你说对吗？盛主任说的对，但是，还请盛主任不要追究其他参与手术的同仁们，他们都是被我强行逼来做手术的。周主任，你不用替他们求情，我们心外科有自己的规矩。我希望在座各位心外科的同事，对这件事情都要反思。完成手术是分内应该，但面对这样草率而无理的指挥调度，却被所谓的团魂冲昏头脑，盲目行动，无视规章流程，无视病人的利益，这完全就是胡闹。这场手术我是主刀。我们心外科一向奉行主刀责任制，所以林毅作为主刀，要对这个事件负全部责任。我现在宣布心外科的处罚决定：记林毅通报批评一次，2天内递交一份深刻的书面检讨。我接受。另外，方医生，杜岩是从你们 GICU 推进手术室的，人现在还在 GICU，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。如果术后护理出了什么纰漏，你是第一责任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院长，这就是我们科室对这次事件的处罚方案。说完了。坐，你们2位坐。咱们这算是过关了吗？杜岩的手术成功，这点值得肯定。但是周主任，作为科室主任，你肩负的是整个团队的运筹指挥之重任，既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安全，又要遵守指南和规章的科学规范，还要给团队的同志们做良好的表率，不能凭一时的冲动做出偏颇的决定。对周主任的处理结果，我们等院党委会的决议，按决议执行。你们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继续例会。哥，后果都让你来承担了。没事，我这儿你不用担心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林毅那人你也看出来了，盛典不会真的拿他开刀的，都是你自己，要多当心一点，照顾杜岩的重担现在落到你肩上了。不用担心我，不用他说，我也会照顾好杜岩的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哦，哥，他下午核磁复查，到时候你记得提醒他去。
怎么样，满意吗？我对处罚结果没有异议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是我硬拉着他们上手术台的，主刀责任制很对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手术。手术都很顺利，我很满意。我知道，当时的情况，你只是个去主刀的人。我也很庆幸是你主刀，换做别人，杜云的手术不可能做那么好。谢谢主任的理解。喂，正在检查。行，结束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你这大傻子，那天话说那么重，小冉还在关心你。我们一直把你当家人，我也想要成为你的家人。你呢？我的家人都死光了。我不相信你那天说的话是认真的。但是如果你选择继续这样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健健康康，长命百岁。血脂终于往下走了，太好了，方医生，还得是你啊！我工作这么多年，都很少遇到这丙泊酚综合征。还是多亏了季主任。这丙泊酚综合征，我只是在书上看到过，是一种罕见但致死率极高的药物不良反应。要不是及时发现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在我们重症 ICU 呢，收治的病人覆盖多学科危重症，很多患者都需要长时间用丙泊酚镇静，而长期大剂量使用的话，就可能影响血脂水平。真是学无止境。方医生年纪轻轻就已经很出色了，我这一晚上观察下来呀，发现他其实也是我们 ICU 的好苗子。您过奖了，季主任，怎么着，想到我们这儿来抢人呐？被他看出来了。没事，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进展。吵死了，嗡嗡嗡！还有人说话，比核磁共振还吵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长命百岁是我的台词，用之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。大傻子。
哎呀，林主任辛苦你了。太感谢你了。我看了，他情况挺稳定的，不用在这儿守着。你今天可以回去休息。不能松懈。监护室里那么多人，护士长他们都在呢。也不能你一个人一直盯着。今天晚上还挺关键的，得再盯一下。行。那明天晚上回去呗。明天看情况再说吧。你看林主任左顾右盼，失魂落魄的。哎，而且方老师最近连笑容都少了。哎呀，本院的 CP 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我最近的眼泪都要为貌美如初这对 CP 流干了。什么 CP？ 貌美如初。谁和谁啊？彭茂、江慧初。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就是那种特别的纯粹、特别的简单，又让人很尊敬的感觉。而且彭老师的儿子到现在都不肯来看他。哎，你说要是到最后彭老师都没见着他，那可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，即使再遗憾，也只能接受。人生就是这样吧，各自有各自的坚持，也就有各自的遗憾。这种日子对他来说是生不如死，可就是因为心里还有执念，所以就总吊着这一口气，太痛苦了。疼吗？不疼。各项指标我都看了，小帅哥恢复得很好啊。谢谢季主任。继续加油。这是你的控制器。这个包里呢有2块电池，平时你日常溜达不出远门的话，这些就够了。不过还是会给你准备一些备用的。那就是说，他如果没电了，我也就没电了呗。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。关于日常的管理，还有突发状况的应对，我慢慢教你。谢谢方医生。这个电池比我想象中的要大一些，会越做越小的，未来希望可以做成迷你的。应该做成太阳能的，这样我晒晒太阳就能充满电了。这个想法不错，将来就靠你去研发了。最危险的时候算是过去了，当然还不能完全放松警惕呀。这2天季主任辛苦了，杜岩平稳度过危险期，我也跟您学到了很多。方医生，你才30出头，就这么沉稳干练，谢谢。
我看得出你基础很扎实，而且经验远超同期，太难得了。我真没想到咱们医院的心脏中心还藏着这么优秀的重症人才呢。季主任，您过奖了。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去重症科学习。人体就像是一台精密复杂的机器，一个小细节可能导致全线崩溃，也有可能彻底扭转战局。对。就工作内容来说呢，重症科 ICU 是广而博，而心脏中心的 ICU 是精而深。对，我们这里是专科的支持，您那边是多系统疾病的终极战场。没错，我们经常说，重症科 ICU 的医生一个人就相当于一支部队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我们科组织培训，你是不是报过名？但后来你没有过来。对，我是报过名，您还记得？当时有点事情，就错过了。没关系啊，你看，这缘分到了，我们还是会相见。是。哎呀，行，这边情况稳定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方医生，这次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。希望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。好，那回头见，季主任。好，抽空休息一会儿。感觉怎么样？会头晕吗？头倒是不晕，就是腿有点软。正常啊。很帅啊，很阳光。可能太久没有下地直立行走了。这个视频就叫做人类早期驯服四肢的珍贵视频。哎，杜哥，你到时候记得帮我美颜啊！我懂，美颜3件套。做这么大的手术，身体的创伤肯定是不小的，但是你很棒，恢复得很快，这2天差不多就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。真的吗？怎么了？那我以后是不是就见不到你们了？怎么会？肯定能见到的，只是别在这儿。行，今天差不多了。好，慢点。慢点，小心。谢谢。小心。林主任，你来了，别拍我了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今日步数突破100步了。能好得这么快，你要感谢方医生，他没日没夜的照顾你，家都不回。谢谢方医生。这个感觉好神奇啊，就好像动漫里带着赛博朋克金属心的主人公，改造完成，重新出场。哎，我妹。这个是你喜欢的呀？那什么呀？这是我包上一直挂着的，我最喜欢它了。你认识它吗？不认识。好吧，它已经出了2季了，听说马上就要出第3季了。那你就好好恢复，等着第3季。外头起床的老爷子，夜里好像没了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听见他们家属在外边哭。今天再进来，床就空了。13床的杜岩，就那个小伙子，你还记得吗？他手术很成功，换了个人工心脏，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。一家人高高兴兴的走的。彭老师，你呢？你是想继续住在这儿，还是咱们回家呢？姜老师，
有人来探望彭老师。那我先把陈静停了。起来。这是爷爷，宝贝，叫爷爷。乖，叫爷爷。快去。爷爷。快叫爷爷。爷爷。爷爷好。宝贝，爷爷给我们写了个好字。我在呢，我一直都在。你想说什么，彭老师？我没看明白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彭老师，彭老师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小杜有伤。谢谢。你哭什么？杜医生怎么了？你也给彭老师儿子打电话了？我就想再试试看，他也没答应我什么，就没想到让他跟老婆女儿来了。有心了？谢谢方老师。是你叫我要始终把病人放在心上。那你就把病人放心里啊，别放眼睛里，是不是，黄老师？来，我看看，是吗？写的什么呀？这个好字是彭老师写给他的孙女儿，然后那个字儿是写给姜老师的，但是我们没认出来。这到底写的什么字儿啊？检查完了，没问题，好好休息啊。谢谢。杜岩，方医生，小然姐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问我什么时候再见面吗？我就来看你，还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，等你好了，请你吃我们食堂的美食。谢谢姐姐。对了，这个是你用的那款人工心脏的产品代理商欧阳姐姐。姐姐好。你好，我过来看看你，顺便祝贺你顺利恢复。我看看你的泵缆吧。好。恢复的挺好的，一定要注意消毒，好好保护它。放心吧，小然姐他们都告诉过我的。哎，你爸妈呢？我爸出去接电话了，我妈回家炖鸽子汤。
他不会改的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已经接受他不会改的这个事实了，不会再试图扭转他的想法，也不会再因此而发疯了。我想明白了，干嘛因为他们的偏执来惩罚我自己呢？有了钢铁般心脏的人就是不一样啦。周主任、林主任，不是要开会吗？还有时间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今天这儿这么热闹吗？挺好的，恢复的不错。机械音很规律，肺部也没有杂音，恢复的很好。谢谢林主任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金淼送我的重生礼物。我给我的这颗人工心脏起了个名字，叫小偶。哪吒借偶重生，我借机械心重开，练就我的3头6臂。恭喜你啊！你现在是各种意义上的大人了。没错，等我身体恢复以后，我要参加高考，考上大学，飞出去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夺回我自己人生的掌控权。加油！杜源的状态真的好好呀，跟手术之前比判若两人。是。那当然，你也不看是谁给他做的，是吧？植入了人工心脏的病人，其实不仅要面临身体上的不便，心理上和情绪上的适应是更难的。但杜源真的很棒。是，就跟浴火重生一样。只是我到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基因突变可以导致那么多新疾病啊。那小森林怎么样？就还那样吧，我一直在努力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再努力也只能让他的病情发展的慢一点。哎呀，张教授不是说了吗？基因编辑的发展，也许未来有一天打一针都有根治的可能。我最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献，已经有专家守证，体内碱基编辑是可以根治肥厚性心疾病了。我也看到了，那个研究为肥心病的基因治疗提供了新的范式，未来也许延伸到更多基因相关的心脏病。别放弃希望，不放弃。67号咖啡好了。哎，我去吧。哎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你们3个不就是一个团队的吗？可以继续就这个课题研究下去啊，我还可以给你们打下手。是好的想法，但基因研究类的课题一般都是省部级以上的，很难申请，而且从无到有需要大量的人力跟财力，光靠我们几个，就像徒手去生推大卡车一样，几乎不可能。我一直有在关注，希望未来终有一天可以撼动这辆大卡车。咖啡蓝，你怎么只买了3杯啊？哦，你们3个的我不喝。哦，你帮我买，那我也帮你买一杯。谢谢。还有蛋糕呢，你吃不吃？我不吃了。巧克力的啊，草莓。你干什么呢？提升自己，靠画画提升自己。喂，知道我生病吧？
姜老师。彭老师，我在呢。咱们再也不疼了，再也不难受。你就朝那个，你就朝那有光亮的地儿，慢慢的走。我一直陪着你呢。走。狮子头，我最好这一口了。打开窗听闻见雨草的清香。反正咱们的目的已经选好了，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再不见旧时的孩童，行人来往往，谁的脚步太匆忙？彭茂，死亡时间12月29日14点38分。也有人不甘于翻涌，人间已相逢。姜老师，您看看这个。宁先生最后留下的不是一个字。谢谢你。慢点，慢点。等我身体恢复以后，我要参加高考，考上大学飞出去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夺回我自己人生的掌控权。与君百年，终须一别。这辈子的我和彭老师，我们互相都没有遗憾。
哟呵，怎么了，哥哥？什么好事？没收着短信啊？奖金到账了，思思，快看手机。哟，发财了呀！发这么多？哟，哎呀，你们新内科这季度奖金可真是不少啊！羡慕吧？哥哥请你喝奶茶啊！哟，快看手机，快看手机，快看手机！周主任进任高了。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。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，风雨只是经过。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，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星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，其实就要微笑着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你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，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，用全力去拼搏，才听懂那脉搏。来是我们颠簸，去是命运的开阔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，也不染尘垢。世界再多路口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。新的故事要说。